依依不舍的走了。走完之后，我有个剧情是这样的，我直接就是一个闪身消失在草丛当中，因为我的武功非常高，他们50杆枪打不中我。有朋友说：“宁哥，你右手拍戏受伤了吗？”习武之人难免磕磕碰碰嘛，啊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磕碰，很正常，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你拍打戏，在所难免的，啊，在所难免的，因为就是也没啥可说的，因为也不是为了装敬业啊，也没有啊，因为就习惯了，因为你只要打戏，没有不受伤的啊，你小伤小磕小碰，就是都是非常正常的。你想想，我在这个剧里就演的就是天下第一剑客，那就是天天跟人打呀，对吧？你说你武功高强，你不能光靠说呀，你得打人呐，对吧？你得打人，打人就是难免有你来我往，然后其实打戏很危险的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块有个同事演员嘛啊，然后那个一块拍打戏，然后呢他就是拍的过程当中，就是那个刀啊，有的镜头你们会发现打戏都是那种刀剑互砍，但其实大部分呢就是砍的那些剑呢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那些剑都是什么做的呢？都是木头做的，就是用那种有点类似像竹子那种东西，然后做成木剑，就那个东西砍到身上或者捅到身上，也不会造成就是特别大的伤害。啊，你要真拿这个2个大铁片子，俩人互抡，你说真的是容易砍死。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就别说我们了，你就是那些功夫巨星，他们用那些刀什么也都是假的呀。啊，一样就是木剑，但也很疼。但有些镜头呢需要拍特写，什么叫特写呢？比如说一个刀匠扫过你的脖子，或者从你的脸前经过，这种刀呢，基本都是用真的，基本是用真刀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镜头离太近了，你假的吧，镜头一拍就看出来是假的了，所以是得用真的，得用真的。我们剧组有个小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眉毛，就是他是有一招是什么呢？就是拿那个刀是撩那个胳膊，撩胳膊呢，他就一抬胳膊就躲过去嘛，想躲过去，结果胳膊躲过去了，眉毛没躲过去。那个真刀啊，那是大铁片子老厚了啊，直接划眉毛上了，直接是这块开个口子，直接眉毛都开口就缝针去了。然后我想说这个不是说想说这个说受伤这个事儿，受伤就也很正常，但是他挺惨。就这场戏拍完之后呢，后来就是，说这场戏拍的，不是特别满意，又后来重拍了。啊，就是导致那个镜头要重拍，就是导致他这个就白受伤了。啊，那小伙儿也挺敬业，那东西从刀一刀下去，直接刮眉毛上开始哗哗淌血，他感觉到这个血淌在眼睛上往下滴，但他没停，一直在演，一直还在受伤的过程当中演，还挺好的小伙儿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受伤就是都很正常啊，很正常。前两天拍一场戏，我是要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虚晃一剑，然后转身要那个逃走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我就虚晃一剑转身要逃走。我还问人吴志老师，我说老师啊，我说一会儿我逃走的路线是什么路线？他说这样式儿，你看那边有个小台阶，你一会儿跑过去，踩到那个台阶上，然后飞身下去，一闪身就没了。我说就这么简单吗？没有什么空翻之类的，或者是回旋踢什么的，直接就是帅气的飞走。他说没有啊，就是你正常就是你一转身一跑，踩到那个台阶，然后一跃就跃走了。我说行，他说宁哥你先不用这样式儿，你就拍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踩一下，然后就跑出镜头就行了。我说行，但我内心想的是什么呢？我不行，我得帅一点儿。哎，我得让这个镜头成为就是朋友们一看这个镜头就觉得，哎，刘一鸣这一下真帅。哪能就是踩一下我就走？我根本不可能踩一下走，我要飞。因为那个台阶大概多高啊？大概就半米高吧，啊，一个台阶踩一下，其实就踩一下，踏过去一步迈过去就完事儿了。但我不，我想的是踩到那个台阶之后弹跳起来，飞身飞1.5米。哎，
踩一脚飞身跳到1.5米之后，落到地上，咵一闪身把剑一收就跑，那是我给自己设计的。然后我寻思这样是不帅吗？就是武林高手嘛，帅气嘛，飞身嘛，人其实就让你踏过去。结果呢，我就想说不管啊，结果到拍了，我就一闪身就准备跑，一转身直接踩那个台阶上，就是因为我腿也长，个儿也高嘛，直接腾空，大概腾空了得有1.3米吧，啊，直腿腾空1.3米。然后呢，我准备要落地的时候，一看前面地方，前方全是草，就是那种高的那种芦苇草，一面呢，就是我落下去直接脸就撞芦苇草上了，然后地都是坑坑洼洼的。我这不玩大了吗？但是在空中那0.1秒的时候，我脑袋闪过好多的画面。我一会儿这个草非常的锋利，我如果脸接触到这个草，直接满脸都是口子，那怎么办？我得选择一个落脚点，那面还有一个小土坡，我就落在那个小土坡上吧。但落到那个小土坡容易摔倒，那摔倒之后怎么办？摔倒之后我手里有剑，如果给胳膊就是一拳可以插到自己身体里，那不完了吗？这怎么办？算了吧，滑脸和身体受伤，我选择身体受伤。我直接左脚落到那个土坡上，就是在那个我脚落到土坡上那一刻，我知道这个镜头我要摔倒了。于是我在没摔开始之前呢，就开始笑，笑的摔倒了。然后呢，因为那场戏是怎么呢？是别人先跑走，然后他们跑出镜头之后，反过来看着我，然后我跑嘛。结果他们一群我整个所有跟我同组演员一群搭档，可能就是擦着手看着我摔倒，看到我摔倒。朋友们，其实正常摔倒很正常，但你想想，您个1.9米大个，你想想那个画面，就是正常。你说一个正常人摔倒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你一个1.9米大个横的拍那去了，你想想。你想想得多么的社死，就是一个大傻个子直接拍那去了。当时就是拍的时候，这帮人就紧张嘛，以为我摔了个好歹儿呢，就跑过来了，说那个怎么样，宁哥没事吧？然后我说没事。他说我们看远远看，感觉你就要摔了。我说是。他说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你摔倒之前你在那笑？我说因为我知道我要摔倒了，然后呢，我知道我要摔了，然后所以呢，就是我心里觉得我这么大个摔到那会很好笑。他说对呀，你看我们就是都冲过来了，我们开始你摔的时候我们都没笑，我们过来才笑的。我说那好也没好到哪去。有没有说宁哥你摔倒了跟门倒了似的？你才门倒了，你才门倒。所以就是当时就摔了，摔的是哪接触地呢？我就这个左肩膀和那个左面的胯接触到地上之后呢，然后呢，你说疼不疼呢？肯定还行，不是特别疼，因为毕竟宁哥最近在健身啊。宁哥最近健身，肩膀现在是有点肉啊，有点肌肉。然后接触地之后，而且那个地还挺软的，其实是真不疼。然后呢，现场但是确实是有点摔那一下有点懵了，有点站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跟你讲，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？就是凡是你身边的人谁摔倒了，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扶他起来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就是比如说谁摔倒了，马上所有人过去，哎，怎么样了？第一反应是扶他起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，千万不要扶他起来，你让他缓一会儿吧。朋友们，你让他缓一会儿，以后你记住，你朋友要有人摔倒了，你千万别过去扶他起来，你说没事吧，让他缓一会儿，坐一会儿吧。但是问题是我在那咵摔到呢，我都摔懵了。结果这帮人一帮人过来搂着我说：“哎，宁哥没事吧？就要扶我起来。”我不想起来，我懵的呢。你让我躺着缓一会儿，我缓着清醒了或者身体不疼了，我再站起来。但不，他们就扶着我起来。那我起来吧，那就起来吧。起来之后呢，你说有没有事？有没有事？其实已经摔懵了。我说啊，没事，那个接着拍。不显得敬业嘛，对不对？就接着拍。啊！我天哪！所以说，朋友们，你们以后遇到有朋友摔倒了，千万就第一反应不要说扶他起来，让他坐一会儿。
因为他本人是想坐一会儿的。有朋友说不该笑吗？该笑，该笑，因为我那个同事他们都笑了啊，都反正就是。有朋友不敬业吧，跟敬业没关系，就是一个趣事。你就想象一个1.9米大个，有人拍那去了，就是腾空1.5米之后横的拍在地上，不疼啊，一点都不疼，也没受伤啊，就是回家看那个肩膀有点红了，就是别的啥事儿也没有啊，就是想跟你们说，习武之人难免磕磕碰碰，但是也要量力而行。有没有想看花絮啊？到时候那个剧播了会看到的。因为不仅是花絮，因为那一整条有一个摄影机拍的我呢。摄影机拍的我就是迎面冲着摄影机跑，但是跑的过程中飞身拍地上了。那条应该是录下来了啊。我还在想到时候会不会就是录，因为录下来，他一定到时候会当做一个花絮去放嘛，啊，当做一个花絮去放。然后我能不能就是朋友们一看放慢的动作，我当时在那个摔倒的那一刻是翻白眼儿，就是这种，是翻的白眼儿摔的，不知道啊，就是。有朋友说会吸粉的，你闭嘴吧！没有哪个演员是因为摔了一跤吸粉的。啊，你别整没用的，我想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儿啊。我因为这个小伙摔了一跤，我喜欢上他了。我喜欢他的作品，他的作品就是摔了一跤。啊，那他不完了吗？啊，有朋友说那到时候脱粉了，脱粉，因为这个偶像，因为他喜欢这个偶像摔了一跤，他脱粉了。哦，那估计就是想脱吧，那就是啊。那我做你的摔跤粉儿，那我可能没有太多的作品让你去满足你。比如说你是我的直播粉儿，我也可以经常直播；你是我的歌粉儿，我可以经常就是，歌迷我可以经常给你发点歌。你说影迷我可以演点戏，但是你摔跤粉儿1年能碰一回，1年能出一个作品，不知道啊。你是我的跟头粉儿。跟头粉啊，跟头把式的，行吧？所以就是拍戏很正常，很正常啊。然后说敬业啊，宁哥敬业，其实没什么不敬业，千万别给我做这个敬业人设，千万别给我整什么敬业人设，这种是最可怕的。因为敬不敬业这个东西吧，是在自己心里一杆秤啊，在自己心里一杆秤。就是我看过好多号称敬业的人。在片场也没那么敬业，都是表面的啊，所以千万别搞什么敬业人设啊！就是我不需要啊。该他耍大牌的时候，他也耍着的啊，就是别那么敬业了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又在一个事儿上又遇到了我，然后我又看到他了。这个时候俩人哐又干了200回合，干完之后，马上一招要制敌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哐又来了50根端着枪来了，这50根端着枪就指着我鼻子，我跟他们说有完没完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，那我就说，因为我带着我的一堆兄弟们，我可以全身而退，但我兄弟们退不了。我就说，我跟我兄弟们说，你们先撤，我抵挡这50杆枪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兄弟就是还依依不舍的走了。走完之后，我有个剧情是这样的。我直接就是一个闪身消失在草丛当中，因为我的武功非常高，他们50杆枪打不中我。但是呢，当然不，因为我身上有个东西，他们要啊，他们要开枪就会把这个东西给毁掉，所以我拿这个东西威胁他们，我说你们要敢过来，我就给他吃了。谁都别想要，你敢动一步试试？这个时候他们就被我控制住了。于是乎，他们在我把这个骨灰扔到天上的那一刻，我就一转身就跑，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骨灰，我就跑了嘛。跑完之后，当时我拍的时候，当时我跟你们讲了嘛，那个是个芦苇荡特别高，大概芦苇都1.56米那么高。然后呢，有个小土坡。当时呢，我想说，我作为一个演员，
在这个戏里我一定得帅气一点，因为我毕竟小时候学过武术。我这个时候我就想说，我就问我说，当时拍之前我问那个摄影老师，我说摄像机在哪儿？他说在那个位置。我说那我从这个坡跑过去能不能拍到我？他说可以，完全就是这个路线，你就走这个路线就行。我说好。于是呢，我就想说，然后那边导演说3、2、1，然后你一愣你就跑，我就一愣我就跑。结果我就看前面有个小土坡，我寻思我来个帅气的，我直接右脚一蹬地，然后来个这种大鹏展翅，你们懂吗？就这种，就是直接飞过那个土坡，啊，直接来就这镜头里很帅，一迈过去那一刻，我直接来个大鹏展翅，啊，直接落地，然后一闪身跑掉。结果我那一步蹬起来之后，我有点用力过猛了，用力太猛了，因为我本身身高1米，穿上鞋1.9米，我又飞身起来1米多，踩完土坡已经1米多了，我就感觉我的头往地上一看，2.5米之高，当时我就晕了，当时我有点恐高，朋友们。然后呢，我又想落地那一刻呢，我一看前面全是芦苇荡，你知道那个芦苇都有在那个芦苇，就是家里说生活的环境当中有那种芦苇荡的朋友都知道，那个东西很锋利的。我拍一天戏，这胳膊全是划痕，全是那种刀，跟刀一样。我一看全是芦苇荡，我下去之后这个脸直接毁容了。我这一步下去，我一定毁容了，我这满脸全是血淋的了，因为全是芦苇荡。那我怎么办？在那一刻，我把身体转过来了，就在空中的时候来了一个旋转180度，我直接用后背着地，爷们儿要战斗，就拍地上了，啊，拍完地上之后，居然没人来扶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都懵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1.9米大个拍地上。就跟门倒了似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像说正常人倒地的，他跟门倒了似的，1.9米大个拍地上，就跟家里门倒了似的，特别吓人。过一会儿没人扶我，再过一会儿这帮人跑得过来了，啊，一边跑一边笑，啊，尤其就是我那门派那帮手下，因为我演的是个掌门人，我手底下有一帮我的兄弟啊，掌门人，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是先跑嘛，然后他们就比如说摄像机在这儿。啊，摄像机在这儿嘛，他们就跑出摄像机了。然后呢，我也跑，然后正常来个飞身，飞完之后出摄像机就完事儿了。他们这帮人跑完摄像机之后，他们就转过来看着我表演嘛，他们要看我演戏嘛。结果看我一个飞身拍在那儿，所有人就所有人看到眼睁睁看到我拍到那儿啊。结果很多。我说那个什么那个，我说为什么我倒了你们都不来扶我？他说这么来了嘛啊！我说那你们看到我摔倒你们还笑？他说我们刚才你摔的时候没笑，但过来之后我们才笑的。在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